本府先去厢房，请老夫人验证这方玉佩。是他，是他，错不了。20年了，哀家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块玉佩还能出现在面前。娘娘目不能视，何以如此肯定？自从哀家被打入冷宫，日夜盼望先皇能够来看看哀家，听听哀家诉苦。可是先皇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冷宫估计，这块玉佩变成了哀家的唯一寄托，于是终日把玩于手掌之中，根本无需观看便能认得出来。当年娘娘怎会舍得将玉佩转赠于初封太子的皇上呢？一则，哀家对皇上的期盼已成了绝望；二则对皇儿一见如故，虽不知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哀家将思子之情完全倾注于他的身上，所以哀家才将这块玉佩转赠于他。娘娘当时恐怕对先皇已无恨意，否则也不会仁孝二字期许皇上啊。宝卿，你如何得知当年哀家对皇儿所说的言语啊？回娘娘，皇上自登基以来，始至以仁孝二字治国。再者，八王爷也已向包拯提过此事。八贤王已知，哀家还在世上。不，八王爷不知道。包拯以为时机尚未成熟，故而未向王爷禀报，还请娘娘勿怪。既然哀家将此事全部交给包拯处理，一切就听你的安排。只是何时才是时机成熟呢？皇上对娘娘所赠玉佩珍如至宝，包拯想借机试探圣意如何。同时陈琳陈公公也已告劳退隐，必须查明他如今的居处。唯有待陈琳来到，查明所有相关细节之后，方可谓时机成熟。届时包拯定会想出办法，让娘娘的冤屈一并平反。哀家一切就听包卿安排。谢娘娘，还请娘娘赐还玉佩，包拯也好进宫复旨。真没想到，他会将这块玉佩一直珍惜爱着。宝卿说得对，皇儿一定是位仁德的好皇帝。玉佩追回，请皇上御览。不错，正是此佩。包卿，平身。谢皇上。恭喜皇上，玉佩失而复得。
是展护卫追回来的？是。展护卫安在，为何不随包青一起入宫呢？回皇上，展护卫自承有罪，待皇上宣召，方敢入宫。展护卫何罪之有啊？追回玉佩乃大功一件，朕奖赏他有恐不及啊。白玉堂入宫盗宝，惊扰圣驾，乃是针对展护卫而来。展护卫自责，因虚名而让皇上增烦添忧。那也不能怪展护卫啊，该追究的是那目无王法的白玉堂。白玉堂自知有错，故而主动归还玉佩。主动归还？是。展护卫顾及江湖道义，故而未将白玉堂拘捕到案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白玉堂进宫盗宝，惊扰了朕，就因为他主动归还玉佩，就不予计较。展护卫不将他拘捕归案，岂不失职？展护卫自承有罪，指的正是失职之举。不行，展护卫认罪也好，不认罪也罢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玉堂，还是要依法拘捕。臣遵旨。至于展护卫，皇上，展护卫追佩有功，赶请皇上恕其失职之罪。是啊，若不是展护卫独闯贼窟，这方玉佩恐怕永远追不回来了。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，朕自会加以奖赏。然而白玉堂仍要由展昭负责擒拿归案，朕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失职之罪。皇上坚持要展护卫把白玉堂抓回来。我不会去抓他。可是你若不抓，皇上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只有听凭皇上了。展护卫，我亲口答应过卢庄主，不会将白玉堂缉捕归案。本府明白。那大人打算如何向皇上回复呢？本府尚无对策。哦，可是展护卫，老夫人一案，展护卫可都明白了。公孙先生已对属下说了，真没想到世上竟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不错，的确很难让人置信。此案才是当务之急。是否将白玉堂拘捕到案，已经不是那么急切了。糟了！这下可麻烦了。二弟呀，什么事你慢慢说。老五他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他留了封书信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四位兄长如晤，弟夜闯进宫，盗宝流书，原为与展昭斗气。岂知展昭胸襟气度，无不令弟折服。玉佩虽已归还，却仍有未了之事。白玉堂若不认罪归案，非但展昭难以交差，包大人也必受牵连。一错不能再错，
决意前往开封府投案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此去无论包大人如何惩处，均与4位兄长无关。切勿以弟之生死为念，玉堂百败。不妙啊！武帝去开封府投案了。武帝是不是疯了？如果包大人真定他的罪，他非死不可。是啊，大哥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大哥，我们把他追回来。不，武帝的脾气大家都知道，他既然决定去开封府投案，就算是追上他，他也不会回头。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啊！三弟，平时你最为冷静，你说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他存心去死，我们就随他去。哎，老三，你这说什么话呀你？是啊，三哥，我们是磕过头的结拜兄弟，说什么也不能不管呀。三弟啊，你这个说法谁都不能接受，这也不像是平日的作风啊。大哥，按我平日作风，我会怎么办？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啊！我现在正是此意。对，三弟说的对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武帝犯了错，也就是我兄弟的错。武帝如果被处死，我们也一起死。好，老三，我们一起啊，陪老五去开封府自首。老四，你怎么说？能不死，当然最好不过。啊？不过要是非死不可，那就死吧，反正一起作伴。本府今日在宫中，已查得陈琳陈公公的退隐之处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明日寻个名目，让张龙、赵虎出京，带着本府手书前去将他接来。要想查明当年情形，非他不可。是，学生会做安排。大人，可有用得到展昭之处？太妃娘娘的安全，还是要劳展护卫负责。府衙之中虽然戒备森严，但仍然不可掉以轻心。属下明白。在陈琳回京之前，本府会与八王爷多做接触。倘若能探得他的口风，对日后也方便许多。大人，拘捕白玉堂归案之事，若是皇上下旨催办，大人打算如何应对呢？暂且顾不得了。娘娘进京之事，连皇上都有耳闻，只怕会夜长梦多啊。时辰已晚，母后想必累了吧？其实哀家并不累，难得皇上今夜心情好，多说几句也没关系。朕今日心情的确很好，失而复得，总是令人高兴的嘛。哦，皇上什么东西丢了？是一块玉佩。天下的财富都是皇上的，一块玉佩怎会让皇上这般重视？这可非一般的玉佩啊！朕从小一直佩戴，恐怕连母后也没有见过呢。可是八贤王或是狄娘娘所赠？不，是20年前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所赠。谁呀？当时朕刚进宫，并不知道她是谁，从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
这成了朕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呀。皇上，奴婢在后宫一直服侍娘娘，这20多年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，奴婢一定认得。皇上可以把那块玉佩拿给哀家看看吗？或许能够解开这20年之谜。怎么，连哀家都不能看吗？不，当然能。母后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才说不累，怎么一会儿就倦了？真是岁月不饶人呢。母后既然倦了，就早些安歇吧。也好，哀家就不留皇上了。儿臣告退。奴婢恭送皇上。娘娘，娘娘，是他，皇上见过他。娘娘说的是李妃。娘娘这怎么知道的？那块玉佩是先皇最珍爱之物，一直佩戴在先皇身上，后来却送给了他。没想到皇上当年见过他。娘娘，那李妃已经死了20多年了，就算皇上见过她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必为此烦恼。不，你不会明白的。当年的事，我一直不愿意回想。可如今，却不知怎的隐有不祥之感。这冷宫已经有20多年没打开了。当年是哀家下旨封宫的，当然没有再开启过。娘娘，当年冷宫那场大火，他烧死了总管秦凤。这尸骸虽然运出去了，可是一直也没有打扫，没有清理过。娘娘，您真的要进去啊？可是这把锁它已经锈死了，奴婢只能把它敲开。那就敲吧。去。是。你们都留在宫外。是。文怀，奴婢在。你陪哀家进去。是。
当年李妃就一直住在这儿？是，整整7年没出宫门一步。这种日子的确不如死了的好。娘娘，先皇赐他自尽后，你就是在这儿见到他的尸首。是，奴婢奉旨亲自前来验明正身。郭总管，请看。郭总管，可要看清楚了，皇上下旨要你来验明正身，出了差错，可不干我的事啊！错不了，快盖上吧。郭公公，秦风，你干什么去了你？啊？皇上降旨让李贵妃归天，你这冷宫总管怎么能不在啊？回公公，冷宫一个小太监于中染了疾病，眼看就不行了。我派人呢，赶快把他送出宫去，要死也得让他死在宫外边，免得给后宫沾染了晦气。请公公原谅卑职失职之罪。那也得把这正事处理完再办呐。行了。咱们3个都是奴才，都是替主子办事的，谁也别说谁。郭公公是后宫总管，教训是应该的。好吧，你愿意挨训，那就怪不得别人了。陈公公是首领太监，皇上身边的人，当然不知道后宫难带呀。咱家要是不在这儿盯着紧点儿，怎么向太后娘娘交代呀？好好好，你后宫的事我不管就是了。秦风，李娘娘已经归天，明天清晨会有人来为她清洗换装，运出宫去安葬。从现在开始起，你在这儿给我盯着紧点，出了问题，咱家拿你试问。是。郭总管，能出什么问题呀？难道郭总管还怕李娘娘站起身来跑出宫去不成？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陈公公不是说不管了吗？怎么，现在又有意见啦？好，后宫你说了算，我就不管了，我得向皇上交旨。咱家陪你一块儿去交旨。谁知道当天夜里，冷宫就失了火。是，奴婢猜想，一定是秦凤守夜睡着了，碰到了烛火，才引起了大火。奴婢亲自过来查验过，火场里有2具焦尸，一具是秦凤，一具就是李妃。郭槐，你可知道当年哀家为什么要把这冷宫封起来吗？这奴婢不知道，奴婢也一直不敢问。
哀家想，只要封住冷宫，就能把李妃的魂魄封在这儿，她永远出不去，也永远不会找我报仇。她在这里住了7年，如果换成我呢，恐怕挨不了那么久吧。谁？娘娘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这门一直锁着呢，不会有什么东西的啊。有，我听到了什么声音？娘娘，没吓着您吗？快回宫吧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母后，好些了吧？皇上不去早朝，到这儿来做什么呀？听说母后病了，朕当然要来看看。没事，不过是受了点风寒，御医已经看过，开过了药方，没事的。母后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千万不要让朕牵挂呀。难得皇上一片孝心，哀家会多注意的。你去忙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怎么能让太后受了风寒？奴婢该死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听说昨天夜里你陪着太后去了冷宫。太后去冷宫干什么？回皇上，太后只要去，奴婢不敢阻拦呐。冷宫尘封了20年，除了烧焦的破瓦残壁，什么也没有。太后为何要在深更半夜去冷宫呢？回皇上，太后是去凭吊吸入宫中的姐妹。20年前，朕还误闯过冷宫，之后没多久，冷宫就失火了。难道太后去凭吊的是住在冷宫的嫔妃？是。莫非是朕遇见过的那一位？郭淮，奴婢在。冷宫里住着什么人？怎么？难道连朕都不能知道吗？不，奴婢不敢。当时住的是玉成宫被打入冷宫的李娘娘。李娘娘，失火之时，她可曾在宫中？在。回皇上，当时李娘娘就是被烧死在冷宫中。太后娘娘和李娘娘情同姐妹，昨天是她的忌日，所以才去凭吊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朕一直没有再见过那位李娘娘。太后如此念旧，倒是让朕颇觉意外。只是这么多年来，为什么不把冷宫修缮重整呢？回皇上，太后娘娘为了缅怀故人，故此下旨维持旧貌，并且深锁宫门，不许任何人进入。太后虽然顾念旧情，可都井私人却徒增感伤。也许太后的病正是因此而起。郭淮，传朕口谕，即日起重修冷宫。皇上。等建好之后，就不把它当作冷宫之用。朕的后宫绝不要这样惨无人道的地方。
奴婢遵旨。大人，张龙、赵虎已出发去接陈琳、陈总管，学生也已向王马、张赵4位说明太妃娘娘的身份，并特意叮嘱4人，绝不得对外泄露半句。的确不能露出半点风声。可陈琳居住的地方离京数百里，一去一回，恐怕要不少时日啊。尤其是陈总管年事已高，受不得旅途劳顿，回程应该会慢一些。依公孙先生估计，陈琳何日可到？由今日算起，少说要6、7日。哦，太妃娘娘的身份或许可隐瞒一时，但时间一长总是不妥。不错。看来本府要早些进行八王爷那边才是啊。启禀大人，府外有人求见展大人。是什么人？锦毛鼠白玉堂。白兄怎么会来到开封？寻展某何事？白玉堂来找的不是你，那白兄要找的是包大人。找包大人有事吗？白某是来向包大人投案。草民白玉堂叩见包大人。你起来说话。谢包大人。你是来向本府投案的？白玉堂私闯进宫，盗走玉佩，请包大人依法治罪。大人，白玉堂主动奉还玉佩，还请大人明鉴。展昭，你不必替我说好话。玉佩虽已交还，刑责还是要追究，否则包大人也难向皇上交代。本府如何向皇上交代，不劳你操心。且让本府先来问你，你可知道，进宫盗佩，惊扰圣驾，依法论罪，乃是杀头之罪。白玉堂既然敢前来投案，就不怕杀头。好气度！然而你明知必死，为何还要前来？大人，我不来投案，大人也会发出海捕公文，行闻天下，抓我归案，不知是也不是？不错，本府职责所在，理当如此。然而，以天下之大，江湖之广，你若是藏匿不出，要想抓你，也未必能够如愿。你又为何要前来自投罗网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白玉堂不想连累他人。你是不希望连累陷空岛的结义兄弟，亦或是为了展护卫，甚至是为了本府？包大人，白玉堂既然已经前来投案，又何必追问其他？请包大人立刻将我收押定罪。不，展某答应过卢庄主，绝不会将你逮捕归案。倘若因此受到包大人责罚，甚至遭到皇上降罪，展某也会一肩承担。展昭，我白玉堂一生心高气傲，绝不肯受人点滴恩惠。盗佩流书向你挑衅，是出于一时冲动；奉还玉佩
是敬重你的侠风义骨。至于前来投案，则是我自知有罪，心甘情愿与任何人无涉。大人，公孙先生，本府自有定论。是。白玉堂，你盗配刘书，环配投案的来龙去脉，本府已然明了。然而，要如何处置于你，待本府斟酌之后，自会有所决定。在此之前，你必须留在府中，不得擅离，随时听候本府传唤。草民遵命。大人，那白玉堂的身份是？无需关押，也不必监管。他若有逃脱之意，又岂会前来投案？白玉堂，本府所言是也不是？包大人明鉴。王朝马汉在，给白玉堂安排住所，要好生对待。是。谢包大人。大人打算如何处断？那白玉堂虽然行事乖张，却不失侠义之心，不能以一般罪犯视之。本府立刻进宫面圣，务求圣上能够开恩特赦。谢大人。展护卫不必急着谢本府，本府只能尽力而为，只怕皇上未必同意呀。不行，那白玉堂夜闯进宫，根本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。朕有什么理由赦免他的罪？回皇上，白玉堂原本是针对展护卫，绝非存心对皇上不敬啊。他和展昭怄气，就能闯进朕的禁宫，而且还盗走了朕最珍贵之物。玉佩也已由白玉堂主动奉还，而且丝毫无损。那又如何？倘若白玉堂主动前来投案，皇上可否开恩特赦？就算他主动投案也没用，否则岂不是毫无国法？皇上，国法不外人情，以情度法，以法治国，方是国法之真意。臣恳请皇上法外开恩。包拯，你为何急于替白玉堂开脱？你一向执法守法，难道要因为一个白玉堂而改变不成？回皇上，包拯绝不敢违法徇私。然而，法有严疏之分，罪有轻重之别。白玉堂所作所为的确触法，然而却并非罪大不赦。此人虽桀骜不驯，却颇具侠义之风。倘若能够收为朝廷所用，未尝不是朝廷之福啊！什么？你不但要朕赦免他的罪，而且要朕将他收入朝廷。若是他能够戴罪立功，以功折罪，非但朝廷能够增添以有用之才，更足以彰显皇上仁恕之德。微臣斗胆，恳请皇上开恩。包拯，你真这么想？难道你就不怕引狼入室，所事非人？臣为国举才，一无所惧。好，朕就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戴罪立功。朕倒要看看他能立下什么奇功来，是不是真能让朕足以赦免他的罪？臣遵旨，谢皇上。
白兄何苦来开封府呢？白某不能不来，否则永远也不能安心。我说过我会一肩承担的。展昭，虽然比武较技我承认输了，但是并不表示我肯接受你的保护。我明白。可是我却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甘愿放弃浪迹江湖、快意恩仇的日子，反而要来这江湖人最不愿意沾惹的官府？我自己也问过自己很多次，结果呢？如果不是包大人，我不会接受官职。包大人真如民间传说，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？不错，像包大人这种清官并不多见。如果我不帮他，这世上蒙受冤屈的百姓，恐怕永远也没有昭雪的一天。你不但侠气过人，连这悲天悯人的胸怀，都让我自愧不如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为朝廷尽一份力。不可能，这一辈子我都不可能进入官府。而且你别忘了，我还是戴罪之身。你放心，包大人一定会有办法让你免除罪责。你这么信任他？士为知己者死，连这一点我都比不上。真可笑，居然为了一点虚名和你争斗不休。难怪江湖人称你为南侠。的确，鼠不如猫。白兄弟，哎，你放心，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。展大人，府外有人求见。大人，皇上答应让白玉堂戴罪立功。不错。大人打算让他立什么功啊？势必得是让皇上能够认可的大功才行。本府请公孙先生前来，正是为了此事。哦，可是那白玉堂无官无职，眼前又无重大刑案待办。哎，有了。如何？眼前的确有件大案待办，太妃娘娘之案。可是此案不宜让外人插手啊。不错，此案的确不宜让白玉堂插手其中。然而，此案却有个重要人证在来京途中。陈琳，正是。倘若张龙赵虎在接陈总管来京途中有所闪失，那岂不是全案永无侦破之日？公孙先生是说要令白玉堂前去接应？是的，大人。倘若白玉堂对日后皇上认母一事有所尽力，也算是功劳一桩啊。公孙先生所言极是。马汉在，请白玉堂来厅中说话。是。白玉堂，你看谁来了？五弟，爹，五弟，爹，是你们
你们来干什么？老五，你这算什么？不声不响，留封书信就这么一走了之了。是啊，你要走也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呀。五弟呀，你的确让我们担了不少心啊。大哥，小弟在信里面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？我们也知道，劝不住你。既然如此，几位哥哥又何必赶来？很简单，如果你决心前来投案，我们就一起来陪你。大哥，如果你要是杀头，我们几个就一起陪你掉脑袋。后事啊，我们全都交代好了。你们，五位请放心，包大人会有合理的决断，还请静待结果。展大人，大人请白玉堂厅中说话。既然五位都来了，一起去见包大人吧。启禀大人，县空岛吴蜀道。叩见包大人。五位请起。谢包大人。卢方率县空岛吴蜀向包大人投案请罪。白玉堂进宫盗宝，你们四人有何罪之有？回包大人，我们兄弟五人同生一气，生死相依。倘若五弟有罪，我等情愿同罪。江湖中人难道都如此义气？回大人，江湖中人义字当先，对他人来说或许言过其实，可县空岛吴蜀却称得上是义薄云天。所谓儒者以文乱法，侠者以武犯禁，如今看来却也未必尽然。白玉堂虽莽撞处罚在先，却勇于认罪于后。你们兄弟四人虽未处罚，却因义之所至，甘愿同罪。若依本府，吴蜀当为无义。谢包大人谬赞。大人，莫非皇上赦免了白玉堂之罪？不，本府虽对武艺赞誉有加，但白玉堂犯法却是不争事实，自当泾渭分明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包大人言之有理，我们兄弟听候判罚。白玉堂虽有罪在身，但皇上以人数为怀，其以戴罪立功。若能将功折罪，或可免去刑责。这如何戴罪立功？还请包大人明示啊！公孙先生，是。大人正在追查一桩重大案件，唯一的关键人证不日便到达京城，唯恐在途中遭奸人灭口，所以请你们吴蜀保护进京，这便是大功一件。草民兄弟五人愿听包大人差遣。好，本府已派人前去接人，公孙先生自会说明接应之道。时间紧迫，即刻启程。是。五位一路顺风。展大侠协助之恩，吴蜀永志不忘。好说，请吧。
展昭代吾属，叩谢大人。展护卫快快请起。谢大人。大人苦心，属下明白。大人分明是想替白玉堂找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不，陈琳的安危也的确重要，有他们5人前去接应，本府也安心许多。人说大人有法无情，的确是错怪大人了。也不尽然，执法之人总得接受世人公平，情理法3字兼容并蓄，才是执法之精要准绳。然而，以情度法，或是违法徇私，这两者之间不过毫厘之差，端看用心如何。只要问心无愧，又岂在乎人言？大人言传身教，展昭永记在心。今日于武艺一见，本府已感受到江湖中人豪迈之情。本府将展护卫揽进官场，想必多受约束，也委屈展护卫了。追随大人是展昭自愿，并无委屈可言。展护卫侠骨仁心，令人钦佩呀。如今白玉堂之事已安排妥当，就该集中心力在太妃娘娘身上了。太妃娘娘如今情形可好？公孙先生正在施政，稍后本府要将眼前的进展一一禀报。你且随本府一同前去，也好向娘娘正式引荐。是。御前4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妃娘娘千岁。展护卫请起。谢娘娘。哀家一直栖身于市井之中，若问展护卫，或许少有人知晓，但一提起南侠展昭，却是人尽皆知。你路见不平挺身而出，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义举，早已在民间流传了。展昭不敢当，谢娘娘谬赞。可惜哀家双目失明，未能亲眼目睹南侠俊俏的风采。展昭惭愧。娘娘经公孙先生妙手诊治，不知如今的情形如何？哀家也不清楚，只觉得双目隐隐有酥麻之感。恭喜娘娘，此乃血脉逐渐畅通之兆。倘若学生所料不差，娘娘双目复明的机会，至少要提高到90%。哦，倘若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是神医神术了。学生不敢。娘娘尽管安心在此地疗养，臣已派人去接陈琳陈公公，不日当可进京。宝清，陈琳找到了。是。太好了，只要陈琳一到，尘封多年的往事就可以一一揭开了。与此同时，臣也要再度拜见八王爷。哦，难道时机已经成熟？不，只是臣以为此事不宜再拖，必须加快脚步，试探八王爷的反应如何。不错，时隔20年，又怎知八贤王依然不改初衷呢？回娘娘，臣可以确信，八王爷忠心谋国之心绝不会有所改变，只是事出突然，总得让八王爷先有准备。你考虑的周到，那就去吧。包拯还要向娘娘商借一物来用。哦，包青要向哀家借什么？先皇御赐的
今晚。包大人，这枚金丸，你是由何处而来啊？王爷认得这枚金丸，岂止是认得？本王第一次见到这枚金丸之时，距今已近30年了。王爷怎知此丸便是当年所见之物？这玉成宫李妃5字，乃是先王墨宝拓刻而成，本王一见便知。包大人，请看，在金丸之内有夜明珠1枚，世上仅有2枚，绝无赝品。王爷可知，当年这金丸是为何打造，何人所有？先皇与本王手足情深，非比一般。当年陈皇后去世之后，先皇无子，却又一直不肯另立皇后。谁说朕不会有太子？玉神宫李妃和金华宫刘妃先后怀有身孕，朕一定会有继承皇位的儿子。臣也殷勤期盼2位皇妃能为皇上产下龙子。玉帝啊，不用替朕担心，朕要让你看看，朕为2位爱妃准备了什么。你看看，这2枚金丸就是朕要赏赐给他们的。仔细看看。制作的竟如此精巧。他们之中，任何一人只要能生下太子，朕就封他为后。这2枚金丸就是日后的凭证。当时本王看得十分仔细，这枚金丸的确是当年的旧物。包大人究竟是由何处得来？回王爷，包拯沉舟督政，返京途中行经草洲桥，有一虾婆手持金丸前来喊冤。他喊的是什么冤？他不肯说。既然喊冤，又为何不肯明说呢？那虾婆言道，除非当着八王爷面前，否则绝不会说。当着本王的面，莫非他的冤情与本王有关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原本包拯以为乃是风箔之语，不予理会。然而见这金丸之上有玉成宫李妃字样，唯恐与宫闱之事有关，故而并未将他驱离。那虾婆如今人在何处？王爷可知，包拯回京之时，有一名远房表亲同行。此事城中颇多议论，本王也略有耳闻。包拯唯恐牵涉宫中，为掩人耳目而由此托辞。那名老夫人正是鸣冤虾婆。
你将他带回京来了。是。王爷若是不肯见他，包拯自会将他遣返草州墙。只是这金丸他是如何取得，恐怕永远也无法得知了。为王爷平添烦恼，包拯罪该万死。王爷不必为难，包拯这就要人将他遣返。哦，这金丸原本是玉成宫李妃之物，李贵妃奉旨归天之后，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枚金丸，如今竟然出现在这瞎婆的手中。无论如何，本王也得弄清楚其中的缘由。也罢，本王见他就是了。是，包拯明日便带他前来拜见王爷。且慢，为防万一，还是以包大人亲眷之名带他前来，否则难免遭人非议。是。什么？八贤王肯见我？是，包拯明日就带娘娘前去南清宫。如果八贤王肯见我，哀家的冤屈就有昭雪之机，真是苍天有眼啊！娘娘啊，娘娘不可过于激动，否则有碍双目治疗。好，我不激动。这一天，哀家总算是等到了。娘娘，请听包拯一言。请讲。方才包拯已向娘娘禀奏，八王爷虽肯见娘娘，却不知娘娘真实身份，还请娘娘预做准备。哀家明白，哀家会以当时的情形做应对，哀家不会让事态不可收拾的。谢娘娘体恤。明日与八王爷一会，关系重大，娘娘还请尽早休息，以为明日之需。多年的期盼一旦成真，哀家今夜恐怕是睡不安枕，无法入眠。太后，没事，下去吧。是。娘娘梦见了李妃和寇珠，都梦见了。当年的人和事，一幕幕出现在哀家的眼前，尤其是他们凄厉的死状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看他们是不是向哀家索命来了？我不会的，您这人死了就死了，哪能会向人索命呢？或许娘娘前晚去冷宫，
受到了狸猫的惊吓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灵猫，莫不是当年替换婴儿的灵猫冤魂也来了？娘娘说笑了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哪会有什么鬼鬼魂魂呢？娘娘放心，皇上已经降旨，让奴婢把冷宫改成一般的宫院。奴婢也会请几位法力高深的大师前来做法超度。等法会做完以后，娘娘就可以放宽心了。只怕当年所做过的事，永远也无法让哀家安心呢。娘娘，这20多年都过去了，知道当年事的只有娘娘、奴婢，其他的人他没有一个活着呀。这些陈年往事，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啊！不，还有天知地知，也是我的事。皇上驾到！奴婢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儿臣见过母后。皇上免礼。母后不是受了风寒，怎么不在寝宫歇息啊？哀家睡不着。母后，回禀皇上，太后娘娘素有失眠之症。朕如何不知？母后有恙，为何不早禀奏？奴婢该死。别怪他，是哀家不许他说的，以免皇上忧心。父母有疾，为人子岂可不知？便是忧心焦虑，也是应该嘛。没事，哀家已照宫中御医诊治过了，想必是没有根治吧。朕记得在幼年之时，也常彻夜难眠。父王府邸有秘制奇方安神露，朕服用数日便能安枕。郭槐，奴婢在。你亲往南清宫八王爷府邸，传朕口谕，取安神露来给母后服用。奴婢遵旨。哀家已经好多了，皇上就不必操心了。不行，母后身体不适，朕怎能不操心呢？郭槐，你立刻就去办。是。你们退下掩门，任何人不得在厅外逗留。是。包拯见过王爷。包大人免礼。就是这一瞎婆要见本王。王爷，且慢。八贤王，你真的不认得我了？你是？不可能的。王爷可是认得他？他与本王多年前所识之人颇为神似，只是万万不可能。他早已辞世多年了。八贤王，怎知不是昔人故人当面？你真的是？
多年的煎熬，岁月容易改变容颜，但是无法改变事实。哀家正是当年玉晨宫的李贵妃。可是当年，你不是被先皇赐死了吗？奉旨自缢的是冷宫小太监于忠。当年若不是陈琳与冷宫总管秦凤他们冒死相救，死在冷宫的就是哀家了，今日也不会出现在八贤王的面前。你果真就是皇嫂？赵德芳拜见皇嫂。好一个八贤王，时隔多年你依然肯认我，哀家死而无憾。皇嫂，你是怎么逃出宫去的？又怎会事隔20多年，经由包大人来找寻本王的？此事一言难尽，哀家却有一事要先问八贤王。皇嫂要问的可是当年的太子，如今的皇上。是。不错，陈琳当年转承本王的话没有错，他的确就是先皇的血印，皇嫂的亲生。果真如此，苍天庇佑。王爷，当年陈公公王府托孤，究竟情形如何？那是本王一生所经历过最大的震撼，至今久久不能忘怀。启禀王爷，陈公公求见。奴婢陈琳叩见八王爷。陈琳，你如此慌慌张张的，可是皇上有急事昭告本王吗？请王爷并退左右。陈琳，本王可从没见你如此失态过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行了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回王爷，奴婢奉旨采摘玉果园里的果品，送给王爷，作为王爷明日寿辰之礼呀。皇上送果品给我，你也要本王并退左右？王爷，陈琳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谁家刚出生的婴儿？王爷，这就是李娘娘方才所生，皇上的嫡亲血脉。我可怜的皇儿，
当本王问明了原委之后，本想当即进宫面圣，揭发此一骇人听闻的阴谋。然而，王爷为何未去面见先皇啊？宫闱争斗，自古皆然。除非那刘贵妃与郭槐自成罪状，否则只是一面之词，如何取信于皇上？当时人证物证俱全，若是及时追查，想必郭槐与产婆尤氏无法脱罪。即便如此，至多也只是那郭槐和尤氏抵罪，未必就能定得了那刘贵妃之罪。如此一来，太子在宫中犹如置身险境，随时可能遭人暗害，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八仙王说的没错，倘若阴谋揭发，只怕皇儿早已被害，而不会成为当今的皇上了。只是如此一来，让皇嫂受尽委屈，险些丢掉了性命。本王在此向皇嫂请罪。不，若非八仙王谨慎睿智，奸人早已得逞，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。不，这也算是皇天庇佑。当年本王王妃稍早也曾有孕，不幸腹中夭折，于是将太子假称为本王亲子，得以在府中抚养。在7岁那年，被选为太子，就送进宫中去了。应一会自有天定，谁也料不到，历经周折之后，太子终究还是太子。太子7岁那年，头一天进宫就误闯了冷宫。哀家虽不知他就是皇儿，却与他一箭投缘。那也是哀家此生亲眼见到他的唯一的一次啊！本王也明白皇嫂思子之苦，所以召陈琳前来，要陈琳前去探望皇嫂。啊，他们见了面。不错。李贵妃一直以为太子已死，因此将思子之情转到他的身上去了。母子天性，真是母子天性啊！本王担心李贵妃难以承受长期煎熬，也不忍见她因憔悴致死。你将真相告诉她吧。王爷，这样安全吗？本王也知此举的确有些风险，不过骨肉分离，对面不识，也太过残忍了。你还是去吧。是。哦，切记要李娘娘秘而不宣，免得横生枝节。奴婢明白。当陈琳告诉哀家太子就是皇儿之际，哀家的千种委屈、万般怨恨顿时化为乌有，唯恐杞人疑窦，不敢稍有声张，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焚香祭天，为皇儿祈福。原来如此，所谓的邪术诅咒，却原来是焚香祈福。唉，只是本王一念之不忍，竟成为奸人的借口，来陷害皇嫂。这实在是让本王始料未及呀！不，错不在八贤王。若非得此讯息，
20年的煎熬，恐怕也难熬得过来。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。惭愧，只是皇嫂这对眼睛，幸得公孙先生神医神术，不日哀家当可复明。太好了，这才是吉人天相啊！如今哀家若想报仇平反，还得仰仗八贤王做主。既是赵家的家务，又是朝廷公案，本王责无旁贷。也该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候了。本王这就进宫面圣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！包大人为何阻止？进宫面圣，禀明一切，又有何不可呢？